陛下亲征，必能一举歼灭北捷。请陛下御驾亲征，以振国威。请皇上御驾亲征，以振国威。都看见了吗？你们大炎的狗皇帝被我踩在了脚下。今日起，大炎有誓为北捷奴隶。压着这个狗皇帝扒光了，送去大眼叫门，有好戏看了。陛下，等等，大眼，北捷，我竟然来到了历史异族乱国最惨烈的时代，国人被奸人当牛马使，当驴羊屠宰，这番屈辱，苦苦持续了200多年。正是这次人间惨剧，致使未来大夏安稳，豺狼虎豹环伺。阿粲，把他带回去，我来做掩护。阿粲，丁哥，我好像要死了。说什么傻话！老子带你回家，不准睡觉，不准睡！阿粲，回不去了。这地狱般的战场，啥时候才能结束？阿粲，阿粲，阿粲！没想到我死在地狱，又重生到了另一个地狱。大人今晚要开荤，有2个嫩的，这个就长得不错。嘿嘿。陛下，小柔要走了，如果有来生，小柔还要服侍您，还要做您的贴身丫鬟，不管您去哪里，小柔都会永远跟着您。陛下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小柔，如果不能逆转入侵悲剧，是否将来就不会有战场？指望那狗皇帝救你，看看他都被吓傻了。大眼皇帝，快看看你的子民，卑贱的像牲口一样。你除了看着还能干什么？走！陛下，废物皇帝，我们就让你亲眼看着你的子民被我们当成牛羊被冲动。陛下！既然如此，那就由我来终结这个地狱吧！检测到宿主生命值到达顶峰，据系统建议开始追这个世界。初始奖励不死真身，下一任务挣脱牢笼，奖励陌刀。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陛下，您一定要保重，照顾好自己。小柔先走了。给老子住手！哟，废物皇帝发威了，怎么想逞英雄？拓跋将军踩阵的时候，你可是尿着裤子，像条蛆一样求饶呢。什么？知道我们现在不敢杀你，变硬气了？这会是你们这些异族最后一次这么对大眼说话。废物！你再废话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放开我！垂死挣扎吧，待会儿杰军一耍狠，又该变回那个窝囊废。我楚昭雪苦读兵书，以女儿之身考取武状元，为的就是为爹娘报仇，屠尽结狗，却被这个昏君害得死不得其所。我对你之恨，如今更不弱于结狗。哼！皇帝不想死就赶紧放了他！恭喜宿主获得武器陌刀。陌刀。
哪来的走？你想干什么？看不出来我是要杀了你们吗？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杀光所有大野人！聒噪！不反抗还能留条命苟活，现在完了，被这狗皇帝害的，我们都要去死！这北京人一定都不会放过我们的，老老实实的苟活下去不就好了吗？倒霉的不一定是我。逃得过今天，逃不了明天。如果你们还有点血性，那就跟我一起杀出一条血路。杀了一个北捷兵又如何？你看看周围还有多少百人、千人、万人，大言已是名存实亡。这满目疮痍的山河，百姓的血泪屈辱，都是拜你这个昏君所赐。对，都是因为你这样的昏君，我们大爷才这样的。凭什么我们要给你陪葬？是前身让你们没了血性吗？原来如此。就看好了，狗皇帝，本来还想留着你跟大爷交换粮草，没想到你这只羊还会咬人。小人，领导把你宰了！杀！陛下小心！你们所惧怕，就是这些土鸡瓦狗吗？陛下若早这般神勇，我们兄弟也不至于被敌人打得溃不成军。我要死了！回宫了吗？就算被锁在圣宫里，只要能永远跟陛下在一起，我就满足了。回家，睁大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大燕30万精锐尽丧，一半的国土沦陷，只怕我们还没走到皇城脚下，就被冒出来的异族屠戮殆尽。是啊，这回去了，糊涂臣。北捷为了换些粮草，会留这狗皇帝一命，而你，以为自己也会有这种可笑的殊荣吗？赶走，至少也是个希望。我相信皇城不会那么容易被攻破的。那朝堂上坐着是祸国殃民的妖后，你以为他会愿意让这狗皇帝回去吗？连这狗皇帝都不会在乎，你们又算个什么东西？是啊，这一条街那该怎么办啊？留下来是死，回去也是死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谁能救救我们？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？陛下，你不会以为杀了几个北捷杂兵就能回到大野扭转局势吗？谁说我要回大野？那你要去哪？往前，那就是18族地狱。下一个任务已启动，清除北捷营地，奖励宗师剑武力。那就往前，什么？往前杀！杀他一个血路，杀他一条通天大道。罢了王庭，再回去斩妖后，让这世间不再有战乱，让这天下永驻太平。如此靓丽，你以为杀了这里的几个杂兵，就能对抗整个北捷王庭？你知道单单这周围就有上千北捷兵吗？陛下，咱们还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，静待良机。是啊，趁敌军还没发现，先藏起来，或许还会有一线生机。藏起来。说得对，现在如今天下尽是劫口，又能藏到何处？你倒是拎得清，那不藏又待如何？凭紧带路呢，还是以我换你一线生机？简单，零零散散，我还嫌麻烦。陛下，走，
在这儿看好了，我的答案。陛下怎么朝着北街营地去了？陛下是疯了还是傻了？这营地里可好几百号人呢！难道他是要主动投靠北捷？这个昏君为了活下来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不会的，陛下不是那种人。你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北街狼烟起，为什么？这是陛下放的。原来如此，狼烟起，这周围的北捷兵都会齐聚。果然，这个狗皇帝是想引他们入了营地，然后给自己逃跑留出空缺，让我们做饵呢。只想圈完了，圈完了呀！真不甘心。你们跑吧，我能挡一阵是一阵。跑得快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你不跑吗？如今跑到何处，都是死路。我学这一身武艺，就是为了屠杀劫狗的。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在杀他们的战场上。不对呀，你说陛下会跑，可是我没有看到陛下出来啊！狗崽子们，都来齐了吗？那准备好偿还你们犯下的血债吧！打起来了！许是玩脱了，跑不掉了。各位，既然你们不跑，那就捡起兵器，等这个昏君死了，接下就该轮到我。陛下不会有事的。也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你这么盲从。如果没有陛下，我早就死在太后手中。我不管你们怎么评判，但我的命是陛下给的。是吗？不过，就算是有宗师之能的战将，也不可能以一敌千。你的陛下恐怕快被大卸八块了。这下该死了吧！怪物！大野皇帝是怪物！快跑！跑！大野皇帝是怪物！快跑啊！快跑！大野皇帝是怪物！怎么没声音了？这时候跑也来不及了。各位，还能拿起武器的就拿起来吧，别到死都那么窝囊。声音出来了！完了，我们要死了！陛下不会真的死了？我们了！明明逃掉还有一线生机，为什么？骑兵杀来！这么多骑兵，这我们怎么能抵抗啊？跪下求饶！对不起，爹娘，不过多久，昭雪就下来和你们团聚。陛下，黄泉路上你慢点走。小柔很快就来陪你。楚昭雪，就算死也要争着赢，要站着，要拿着武器。跑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好像在躲什么东西。大野人都是怪物，快跑！快跑！难道这北捷军营里出现了什么猛兽？能把这么多骑兵都吓跑了，那得多残忍啊！那就是说，
陛下有可能还活着。陛下，陛下没有错，这昏君恐怕是被怪兽给吃了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陪着他。没人照顾，他会孤单。哎，里面有怪兽！哎，走！陛下还活着。这怎么可能？看到了，我的答案。这是陛下，陛下灭了北捷整个军营。是陛下！太好了，我们得救了！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万岁！陛下一个人屠了整个敌营，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做到的？这么重的伤，他怎么还能活着？陛下还活着，如此战绩一定能名留千古。我要把陛下的功绩全都记录下来。小天，然二世是否苍梧之辈，北京破关共起，屠尽北捷大营，整万年。现在还有谁愿意追随我？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如果当初他这般的话，我大眼的疆土何至于千里农田变尸城，尸骸堆积阻黄河？晚了，太晚了！一人之力，又如何阻挡这北极的千军万马？陛下万岁！这才是我们应当追随的皇帝。我等誓死追随陛下，誓死追随陛下。恭喜宿主获得宗师级武力，下一个任务踏平北极王庭，奖励大宗师武力。站起来！我说，站起来！从今天开始，大眼子民，非天地不起，非父母不跪。妖后使用权柄逼你们服侍，北捷人使用弯刀逼你们下跪，而我叫你们站起来！你们手里的刀就是你们的脊梁，刀不断，戟不弯。众将士听令，到！是。提刀，上马，随我踏平北捷王城！怎么回事？大王，大野的皇帝疯了，他带着俘虏杀光了这里所有人。什么？他们有多少人？也就不到100来人。放屁！不到100来人的俘虏，血洗我北捷营地，他们人呢？好像是往王庭方向去了。他说要踏平北捷王庭。大胆！真是大胆！全军听令，北王庭剁碎大野皇帝！三王子，微臣奉太后旨意前来献礼，不知道大王此时……父王和哥哥们都去征战，这只剩我一人。如今北捷王庭，本王子做主。是，那微臣现在就献礼了。你是何人呢？哦，在下乃大眼丞相的得意门生，我们大眼丞相和太后啊，本是同族，关系极佳。怪不得。
参见三王子。三王子，此乃我大眼的红尘美人，金银珠宝10项，只为和北捷能够签订永久和平条约。要我说，还是你懂事啊！懂事啊！这皇城送来的，就是比战场上抢来的水润的多。三王子，不知道我们大眼的皇帝萧庭，你想赎人呢？不，微臣不敢。三王子，您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想让萧庭永远的留在北捷，永远。可以，只不过你送的这些玩意儿不够分呢。你们大眼弱得像个绵羊，我们北捷的勇士随时可以踏平大眼。届时皇城美人、金银财宝，我们要多少有多少，岂不痛快？是。想让我们停战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将北域15城献上，每年再上贡10万名苦力、1000名美女、100项金银财宝。还有，你们大眼皇室必须亲自来我北捷，跪下接诏，尊北捷大王为父。都能商量，等我回去慢慢商量。你要回去，跟谁商量？这萧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眼臣子，竟敢直呼我的名字！告诉我，你应该叫我什么？你不过就是一个……奇怪，为什么我现在见到这个昏君，居然有种胆颤的感觉，好重的杀气！陛下。我若不来，还真不知道朕的子民居然被你当牲畜一样出卖。为了一时口安，你们居然卖国卖人！劫人拿我们大人当驴马为役，鱼马当苦力，牛羊做军粮，就连皮也被崩成战果。而现如今，你们居然要向一些畜生献媚，那又怎么样？他们就是一些贱，死就死了，谁在乎？我在乎！犯我大眼者，虽远必诛；反我大眼子民，虽远必救。北捷王那个老东西，好大的胆子，胆敢擅闯北捷王庭！父王现在正带着北捷100万铁骑踏平你们大眼呢！是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北捷王庭，要是胆敢在这儿放肆的话，那么三王子一定饶不了你。没想到啊，大眼的废物皇帝长胆子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废物给我绑了，让他体验体验当牛羊的滋味！来人，来人呐！人呐！别喊，你的人都被我杀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陛下，都解决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是我的亲兵，都给我起来！怎么可能死了？没错，都被我杀了。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接下来，到你。三王子，你不用害怕，他就是装模作样的。萧庭，你要是胆敢动三王子一下，
你是知道后果的。你敢动我，我父王知道了，必定会灭了你们大燕，奴役你的子民，烧掉你的宗祠，将你们皇族脸上统统烙上仇印，世世代代为我北捷的奴隶。小婷，如果北捷王回来，得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，我们大燕一定会生灵涂炭。这个责任，你能担得起吗？没错，我父王最是疼爱我。你若是敢动我一根汗毛，他便灭你们一座城池；你若是敢让我流一滴血，他便灭你们大燕一州之地。小婷，我劝你赶紧把刀放了，然后自负在三王子的面前，三王子自然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敢走进死局吗？你们大眼呐，都是些没种的玩意儿，皇帝更是没种的东西。我给你10个胆，你敢动我一下吗？小婷，你想明白了吗？如果你不想让我们大眼亿万子民都为你陪葬的话，你就赶紧跪下来求三王子的宽恕啊！太美味了，这可是不愧是贵族，滋味难得呀。大燕皇帝，过来，给本王子跪下。这昏君刚刚只是在说大话，他要是敢跪，我就一刀宰了他。这就对了，让本王高兴，说不定能让你们大眼还能有口你好像没搞明白，如今是我大爷要和你们不死不休。去死！等等！你不能杀我，你杀了我就违反规矩，这可是霸道王朝和你们大燕一同定下的规矩。哦，对，陛下，这个后果那是绝对承担不起的呀。规矩？什么规矩？车轮之约，这可是当年9大王朝上学定下的规矩啊！对于车轮者不杀，如有违约，其他8大王朝连并罚罪。如今的大燕的确没有与8大王朝同时开战的实力。行，守你的规矩。那把你的规矩拿出来给我瞧瞧。来人，快把8尺车轮给我抬进来！这只保住一命。看到没有，我没有车轮高。按照约定，你们不能杀我。车轮之约，就连我们北捷都得遵守，难不成你们大燕要违约吗？万万不可违约啊！这些约定当年是那几个王朝集体签订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孩童妇孺。你们屠杀我们大燕的老弱妇孺，使用2尺车，现在我要杀你，却搬出来了8尺车，就你也配跟我说什么车轮之约？我不管什么车轮，在我这里这就是车轮，你们大燕也要遵守规定，不能违约。车轮之约确有其事，但弱国没有话语权，只要我们大燕主动破例，他们就会以此为入侵大燕的理由，被众异族群起攻之，趁机瓜分大燕疆土。你们的意思是想让我放了？不是放过我，而是放过你大燕。你难道要为了一时之气葬送你们大燕吗？啊，对，陛下，还请陛下以社稷为重啊！
如今也只能先放过他了。放过他？如果手里有刀的人不退，那手里没刀的人该怎么办？如今我大言子民有难，你却让我放了这个恶手，袖手旁观。这世道便是如此，或许且待来日。哪有那么多的来日？如果今天不杀了这些恶人，那将来他们就会将我大言子民吞噬殆尽。且待来日，我一刻也不能怠。抱歉，我天生不受教。现在你还觉得这人比你高吗？萧庭，你竟然敢杀北街王子！你是疯了！你真是疯了！北街不会放过你，太后也饶不了你啊！我来这儿的使命，就是让天下人都看清，从今天开始，攻守一师。北街王庭我要踏平，太后逆堂也必铲除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天下终会太平。不过，就这样让你这么死，未免太简单。不如用你的命，来让大言子民重燃热血。你想干嘛？王家的大军就驻扎在这附近，你若是敢杀我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萧庭，放了三王子了，这一切还来得及啊！好东西，再不闭，我就让你陪他一起上路。这是什么？厉害啊！这是仙术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法术啊！饶了你，你问问大眼的亡魂同不同意？你真的想要杀了三王子？这后果，你确定你能承受得住？这里面是北劫三王子，北劫践踏我们的河山，屠戮我们的同胞，罪大恶极，罪不可恕。现在，我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，要么继续像牲口一样爬着逃命，要么用你们的行动告诉我，你们诛杀一族的决议。就是被我觉得杀了，就是要杀了，一句不管。该死！我姐姐说是被他们生生的给，他们该得到报应。他们连全尸都不给留，我永远忘不了弟兄们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。你不能杀了我！我父王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决定好了吗？事已至此，死仇已结，我倒想看看你能做到哪一步，会死在哪一处。死仇早已结下，我们早已无路可退。不一样的。
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主动出击，以生死为重，背水一战，天下生民立命开太平。帝亲率野众破北捷王庭，置三王子于潼中内。小柔，你在干嘛？我把陛下的功绩都记录下来，留给后人看。陛下，那接下来我们去哪里？班师回朝，斩妖后，正朝纲。太后身边有10万禁军，还有数千死士护身，就凭你们几个，休想啊靠近城池半步啊！师弟，是吗？你这条命我且留着，我要让你看看，我是如何节制这天下兵马，内斩妖后，外扫蛮夷，一步一步让大陆成为这大陆的主宰。老三，老三，什么味道？大王，大王，三皇子在这个钟里，怕是已经熟透了。说什么？怎么敢？怎么敢？呀！华烈集结全军，萧庭，我定将你们千刀万剐，碎尸万段！太后娘娘千岁，北捷急报，陛下他不仅逃出溃营，还血洗了整个北捷王庭，此刻正往皇城赶来，说是要肃清朝野。荒唐！那个窝囊废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怕是哪路叛徒乱传谣言，想要动摇国本。乱传军情者，斩！太后，现在北捷和谈还没有传来消息，又有乱党作祟，咱们得早做准备。哀家知道，所以哀家才想请诸葛无涯出山。只要得他相助，至少能与北捷周旋。那个废物，也休想再重回朝堂。可是那老匹夫油盐不进，去了3次，线都不见。要我说，直接把他绑回来。蠢货！诸葛无涯可是圣人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不能来硬。你父亲曾对其有恩，你可借此机会继续去请。只要能请来，咱们在这朝堂上的位置就算是稳了。1、2、1、2、1、2。你虽一路上收了不少流民残兵，但加起来不过1000人，现在回去就是找死。况且只有兵马，没有后勤，战事不可成，不如再等等。妖后多再为一天，这大眼的百姓就多受苦了。等，大眼等太久，现在已经等不及了。北捷精锐尽在北捷杀神2王子手中，那3王子不过就是个纨绔废物，凭这些残兵弱将想要杀回大眼，哼，不异于痴心妄想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应该怎么做？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着称王，以你大眼皇帝的名声，招揽天下人才。陛下，附近狼牙山里有一位奇才，名为诸葛无涯，传说他神机妙算，若陛下能得到他的辅助，定能直捣皇宫，夺回大权。小柔真是聪明，知道这么多。未进宫前，
奴婢文州江氏也算是书香门第，随家父去过不少地方。只是后来战乱，以后有我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家。就凭他，也想请动诸葛先生。据说诸葛先生曾立下3部誓言：不见昏君，不助逆臣，不服蠢才。你以为以你的名声，他会愿意见你？还挺有个性。不过，不试试，又怎么知道呢？我劝你，还是别再消耗仅剩的皇室威望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，北极军杀来了！是北极二王子，拓跋烈的黑狼旗。二王子来了！哈哈哈哈！小婷，二王子在北极啊，可是有北极杀神的名号。你呀，这下死定了！赶紧把我放了，我过去替你求情，或许他能饶你一条贱命。听说这疯子攻下城池后，专干屠城的勾当啊！下令任务：诛杀拓跋烈，奖励人工降雨套装。工匠，我大爷久不见开土地开裂，古木干枯，正是需要有的事。弟兄，就是被这个畜生串在马后活活拖死的，这个仇俺一定要报！拓跋烈的武功已是宗师级，一人便可当百，身后还带了上万的精兵良将，四面楚歌，这天下局势已定。若想翻转，无异于将海天相依，不怕这一劫很难度过。陛下，我们还是快逃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逃？当你背对结冰时，那种随时会被背后砍头的恐惧，会比死亡更可怕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那咱们就在这儿等死吗？对，他说的对，你们要赶紧把我放过去，我替你们求情。逃吧，我会带他们拖延时间。只要你还活着，就还有机会。没想到你挺有血气，就是偶尔老是一副女子作态。白痴！凭你为万民立命这句话，我信你一次。往山里逃吧，山里地势复杂，不至于全军覆没。是啊，说的对啊，陛下，我们快下令吧。逃吗？全军听令！哎，大家别听他说，都别跑，你们把我放了，我过去替你们说情，他们呀肯定会留你们一条命。你迎战北捷军，身上杀拓跋烈，然后再去狼牙山请诸葛无涯。你说什么？疯了！我看你是真疯了！这就是北极杀神的威压吗？握不住他了，这可怎么打啊？陛下，我知道您神勇，但那是北捷杀神呐！北捷杀神，对我来说，与常人何异？切，你呀就是白痴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真正的实力。你呢，赶紧把我放，否则你们就是引颈在路。你再胡乱说话，老子砍了你的狗头！我不敢说了。萧婷，这拓跋烈一人便可以把我们屠杀殆尽，更何况他身后还有万师，这一腔孤勇明明可以在更好的地方发挥，现在的大眼已经经不起这么大的折腾了。你为什么始终不明白？还有很多老弱妇孺，你至少先下令让他们走吧。难不成你想让他们跟你一起陪葬？陛下，你跟着老人小孩先走，俺们殿后，时间还来得及。是啊，陛下，只要您还活着，大隐就有希望。陛下，你快走，你快走！投降者可辞全师，成为我北捷的畜生！违抗者杀无赦！今天一个也跑不了。拓跋烈，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，
就劝你赶紧给我滚下马，束手就擒。包围？咱们就这么点人，怎么把他们包围啊？你就铁了心要去送死吗？对，送死。不过，是送北捷战神去死。你包围我？你就是那个大眼的废物皇帝吧？听说你把我们北捷王庭搞得天翻地覆，还杀了我亲爱的弟弟。我问你，是真还是假？要么你下去问问他。我父亲让我一个堂堂宗师去杀一个毫无修为的畜生。怎么，你们北捷人就如你这般喜欢在阵前放狠话？找死！萧庭，你知道你挑战的是什么样的存在吗？拓跋大将军那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宗师，如今更是触摸到了大宗师的门槛。他这样的人，纵观9国1人当中，那也找不出5人。那从现在开始，只剩下4人。井底之蛙呀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一人当阵宰了你！还有后边这些阿猫阿狗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大眼的人只能成为我们北捷刀下的亡魂！杀！杀！杀！宗师竟然我，我大眼100年，竟从未见过如此奇才。原以为除了北捷王，北捷再无他人可以踏足大宗师。若假以时日，一家父子双杀神，这老天为何如此偏袒于他族？难道我大眼当真是气数已尽吗？二王子威武，北捷杀神威武！快，杀了这个狗皇帝！我们大眼愿对北捷马首是瞻。你再胡说，老子砍了你！哎呀，你们怎么到现在还搞不明白呢？在大宗师面前，那皆是蝼蚁。可以这么说，他可是以1敌1的存在。更何况，那在未来，北捷将有2名大宗师存在。天数啊，已经在了他们这一边。你们负隅顽抗的都是徒劳的，只会徒增死伤。难道就把头伸出来让他们砍吗？大宗师要杀你的话，你就是把头伸出去，那也是没用的，都完了。大宗师，快杀了这个狗皇帝，我们还有右地可立。陛下。我不可能，我可是宗师。大宗师见了也是蜉蝣见青天。宗师，恭喜宿主获得人工降礼套装。皇后娘娘，还有10里就到千仙居了。诸葛无涯一个破书匠，值得我们3番5次的来请吗？书匠，诸葛先生既可谋天下大事，也可算尽苍生，一身道法更是玄妙绝伦，呼风唤雨尽在只手之间。去年江北大旱，他更是在茅庐前焚香祈雨，3日之内普降甘霖。这么厉害的人，怎么不早些请出来？他曾立下3部誓言：不见昏君，不服蠢才，不助逆臣。就萧庭那个废物，人家躲都躲不起，怎么请？不过现在萧庭那个废物没了，我杜家又曾对他有恩，这一次他再没理由推辞。只要得到了诸葛无涯的相助，
我们杜家定能将大眼朝堂牢牢掌控在手心。呵呵，叽里咕噜说了一堆，原来是个一刀货呀！什么狗屁宗师境，我呸！陛下，当真是天下无双。帝于阵前，单刀斩杀宗师境拓跋氏，一人之事，朕大眼威名。拓跋烈怎么可能这么弱？难道是北捷为他造的假名声？可刚才的气势分明……主将已死，给我杀！劫人也有今天，兄弟们，让他们也尝尝在背后追杀的滋味！杀！快跑！杀！我要让北捷残阳知道，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！我就知道，陛下一定能赢。哎呀，你们还高兴呢？你呀，已经杀死了2位王子。要是这一切让北捷王知道了，我们大野国定会生灵涂炭。别！下一任务：收服诸葛无涯，奖励5万卫戍军。任务失败，抹杀宿主。卫戍军，那不是禁卫，有点意思。离重整朝廷右旗。接下来就要去拜访诸葛无涯。没错，若能请得诸葛先生出山，以他的地位，一定会引得众多士子重归朝廷，重振朝纲。只是以这破碎山河相邀，谈何容易？诸葛先生，杜家雪儿特地前来拜见，还请先生看在家父20年前在渭水河畔救过先生的份上，祝我杜家安定朝堂。我杜家愿以国士之位。皇后，令尊的救命之恩，我诸葛无涯从未相忘。可如今陛下下落不明，一切等陛下出现再说吧。那萧庭昏庸无能，太后娘娘已经废了萧庭帝位，另立了新帝，先生大可放心辅佐。天象显示地星未允，皇后请回吧。地星未允，那萧庭落入了北捷人手里，难不成还能回来？哼，看来诸葛无涯也有算错的时候。先生，萧庭落入了北捷人的手里，不可能再回来了。先生，您还是快些与本宫回去吧。您说的地星未允，或许是太后将立的新帝呢。哦，我还没死了，这太后就这么快拥立新帝了吗？萧庭，你怎么可能安然无恙的从北捷回来？来到大野，来到这儿，怎么，我活着回来，皇后很失望？雪儿，不要丢下我！不要丢下我！雪儿，杜雪儿来了，那陛下曾经那么爱她，不会？爸，只要能守在陛下身边，伺候陛下一生一世，理应知足。此前你与他整日厮混在酒池肉林，耗尽国库，沉迷享乐，甚至烽火戏诸侯，只为博他一笑。如今这个妖会再出现，你莫非又要拜倒群下，任他摆布？皇后，好久不见。陛下，想必您在北捷憋得很辛苦吧？是不是很想奴家呀？陛下，快过来呀！看来你还是这个狗德性。狗改不了吃屎。我很好奇，到底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？这还差不多。太好了，陛下没有心软。他要杀我！陛下，你不能杀
杀我！哦，给我个理由。我是你的发妻，今日你若失妻，好说。小柔，给我你一份休书。我爹是诸葛先生的恩人，你若杀我，便是得罪诸葛先生。陛下，皇后杀不得。诸葛先生最重人伦纲常，杜家对诸葛无涯还有恩，现在若是杀了皇后，怕是请不出诸葛先生了。下一任务：收服诸葛无涯，任务失败，没收。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请出诸葛无涯，不能因为杜选了这条剑，任务失败，否则万事休矣。那我就放了你这条贱命。在下大眼皇帝萧庭，此番前来，特地请诸葛先生出山辅佐。先生有言，不见婚娶。原来你这个废物是来请诸葛无涯先生出山辅佐，想请诸葛无涯，他就不敢杀我。陛下，俺去把他牵出来。放肆！诸葛先生乃天下名士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，你这样鲁莽行事，定会让我等又背上一个侮辱贤能的骂名。哼，这个废物身上的骂名还少吗？酒池肉林，强征赋税，活埋工匠，戏弄诸侯，哪样不够他遗臭万年？放肆！你一介宫女，也敢对陛下出言不逊？萧庭，你还是那么的没有自知之明。且不说你昏君之名，难不成你要以这副丧家之犬一般的姿态逼先生出山？陛下，先生既不愿前，强求也无用。我们若请不出诸葛先生，恐怕我等就到此为止。逼迫，感谢你的提醒。诸葛先生还是不愿出山吗？熊超，放火，给我烧了这茅草屋！给我烧了这茅草屋！好，等等，烧！萧庭，你是疯了吗？惹怒了诸葛先生，就算将其逼出，这天下士子十有八九都不会为你所用。你是要自断生路吗？放心，我自有对策。对策，我居然能在你嘴里听到对策二字，看来此次之行确实对你有真的成长。也感谢你的自负，能让诸葛先生彻底逼到你的队里，助我一臂之力。陛下，您做事总是这么的天马行空，小柔也不知道该如何接了。你，好你个昏君，竟然把老夫的茅庐给烧了！先生不是不愿见昏君，这一炷香不到，这誓言便破了。这天下大乱，百姓流离，先生却躲在这深山里自命清高，与世隔绝。若我是昏君，那先生与懦夫又有何异？既然我们都不是什么君子，又何必自命清高？真没想到啊，陛下也通诡辩之道。不过，虽然你成功把我逼了出来见你，但是又如何能让老夫心服口服呢？诸葛先生，刚刚你也看到了这昏君的残暴之举，这地星断然不会因其而泯。我杜家拥立的新君，勤政恤民，乐善好施，这才是您应该好好辅佐的明君，不是吗？既然这茅庐已毁，皇城已备好雅居，不如先生与我一同回去。先生，若让你心服口服便出山辅佐，可对？然也。那先生可愿意与我比试一番？比试？早听闻先生道天下无双，那若是我赢了，先生今后便辅佐我，如何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萧庭，就你一介废物，竟然敢说要与诸葛先生比试道行！我看你怕是从北捷回来，被北捷的马把脑袋给踢傻了吧？先生，
那您可否先回答老夫一个问题？先生，您请说。陛下从北捷回来之后，为何没有自称为朕？这天下大乱，阿杂未除，我又有何德何能称孤道寡？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啊！好，这个比试，老夫应了。但是，如果陛下您输了，若是输了，那我这颗人头就送给先生，当做新君的投名状。不行，陛下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看来陛下是胜券在握呀。那老夫敢问陛下，想跟老夫比合法呀？我大眼干旱连年，庄稼不成，这百姓苦不堪言。而听闻先生又擅长呼风唤雨，那我们就来比谁先降下救命甘露，解百姓之苦，如何？真是天助我也啊！没想到来这清心居一趟，还撞了个双喜临门。江离，速速派人去搭建道台，发布消息，让所有人都来见证这一场比试。我要让他们好好看看这个昏君如何欺负。是。萧庭，你可知，你这次若比输了，那便是万劫不复，会沦为所有人的笑谈。我知道。你这段时间连战连捷，是让你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是吗？你可知道，你若败了，魏雍里心地那妖后定会大肆宣传，这足以让你遗臭万年啊！输了就是死路一条，我还考虑什么身后事？糊涂！你何必呢？就算没有诸葛无涯，我们依然还有退路。陛下，因为我一定不会输。陛下倒是让老夫越发看不透了。那先生可愿意一试？好，既然如此，就依陛下所言。哎呀，诸葛先生终于出山了，咱们一起去看看，咱们呀应该能有个好收成了。诸葛先生要起雨了，老天开眼呐！不算是能下雨，咱家的稻田有救了。虚传，前些时候诸葛先师才起过一次雨，并无太大效果。听说今天的比试是那昏君提起的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这昏君早就失了天数，怕是给我们招灾来了。现如今天下满目疮痍，多半是为他所害。现如今他不思治国之策，却想靠运气挽回民心，朝廷真是烂透了。怎么，看傻了？不是要准备祈雨比赛吗？你的准备呢？不急。我看你是根本不会的。看过道书吗？碰过道剑吗？会画求雨符？我没看过，没碰过，我都不会。我不用那些。和诸葛先师比祈雨，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活腻歪了吧？就连我这个乡下的婆子都知道了，先生的道法那可是真本事，学着一招半式就能在州府里当个道师。这毛头小子符都不会画，也敢跟先生比试？放肆！这可是陛下，你们陛下，一个如此昏庸无德之人，如何担得起天子之命？这大汉就是他不修德行，触怒天威带祈雨，他就不怕降下天雷劈死他？再胡说八道，老子剐了你！如今整个大眼都是萧庭烂透了的名声，你杀得了他，杀得进天下人吗？这次要是失败，恐怕会民心尽失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就死在了北捷军营。各位父老，如今大眼国祚受损，千里焦土，都是老天对这个昏君的惩罚。大眼此民因他而饱受饥荒和旱灾而死。对，昏君，这都是他造的孽。如今他还想通过和诸葛先生比试祈雨来逃过老天对他的惩罚。大家觉得这有可能吗？此地早已连旱3年，如若陛下能起下救命之雨，莫说德行未失，那必然是真龙降世了。可惜无异于天方夜谭。不过各位父老乡亲放心，
他与诸葛先生曾立下赌约，若是比试输了，他便献上他的头颅。他要一死，我们大爷必将迎来新生。有道理。对，说得好，输定了。我相信陛下绝不会输。你不会觉得这个狗屁不懂的蠢材能胜得过神机妙算的诸葛先生吗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陛下说过的话，可曾没有实现过？可道法和武术根本就是两个体系，道术的天赋要求要远远高于武术，否则这天下怎么会只有一个诸葛无涯？陛下，若您现在反悔，老夫为报先帝之恩，可以竭尽全力保你一个好名声。先生，开始吧。既然陛下心意已决，那老夫就全力出手，为这一方生民求一线生机。仙术，真下雨了！下雨了！有救了！天老爷显灵了，先生真是神了！好了，是啊。诸葛先生这风水道法的本事，当真是冠绝古今，旷世无双啊！啊，这果然只有如此啊！这怎么就停了呀？能招来这些风雨，已是仙家的手段了。是啊，老夫尽力了。看来这大眼的天命数已决。各位父老们，你们看明白了吗？若不是这位昏君无德，以诸葛先生的能力，必然能招来瓢泼大雨。现在却因他回天乏术，如果他继续活着，这大燕必亡啊！完了，这妖后要借机生事，恐怕民意汹涌，再难平息。怎么办啊？这么差才办呢？大燕亡不亡，与老夫何异？可惜老夫家中妻女，怕难熬过明年冬日呢。纵然诸葛先生全力出手，也无法挽回天意了吗？老夫无能。陛下，您看到了吗？这山河破碎，这无尽恶殍，您以何脸面仍立于天地之间？本宫愿请陛下自决于此，为大燕万民长出一线生机。请陛下自决于此。如若陛下自决能使大燕续命，草民斗胆，请陛下一死。你们结束了，今天之后再无变数。皇后，你未免也太操之过急，我这都还没开始比试，怎么就算输了？陛下，天命难违呀！罗三，把老子的大炮扛上来。是。炮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从来没见过。这是何物啊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今天，老子要让这老天给大伙好好洗个澡。这是什么？这铁管子莫不是新式离具吧？哎呀，这玩意儿能求雨，我家的粪土是啊！皇上，你该不会想要用这个铁管子把这个天给捅个窟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天命难违，既然这天不愿不施，那老子就伸手抢。为什么他依然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？也是吧，谁又愿意就这么死？老夫也算是见多识广，可此等求雨法器，老夫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呢。陛下，若这破铜烂铁真是能祈雨，那倒真说明天命在你了。那本宫愿意一死，愿意为这大燕庆贺新生。哼，皇后好魄力，哎，我真是欣慰。
诸葛先生，胜负已定，这个昏君不过就是想赖活着，咱们不如取他头颅，提早去见新帝，如何啊？哎，不着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做梦！各位，既然咱们陛下不愿意给大家一条生路，那咱们不如自取。是啊，对，昏君受死！他们只是被煽动的无辜民众，不要动手，拦住便好。快离开这里，快！老三，连炮！还不走？陛下，我们还是快走吧。发射！好大的声啊！请陛下赴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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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陛下赴死！还是赶紧走！请陛下赴死！请陛下赴死！他死，这江山就彻底是我杜家的了。今天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什么叫人定胜天。鱼来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下雨了！我天，居然下雨了！我们要死了！天哪，陛下真的做到了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萧天真的做到了！这雨这么大，现在是绝佳的时机，必须要让民心重归萧庭身上。对呀，各位，纵然是诸葛先生的高绝道法，也不过是求来晚雨小雨，而陛下则是真正的呼雷唤雨。此雨非天人不可求，救你们命的乃陛下。我们终于有救了！乃是真龙转世，可算是能下雨了。天佑大眼，天佑大眼，天佑大眼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终于下雨了！终于下雨了！没有救了！真的有奇迹发生！我没有算错，地形复苏，天数变了。诸葛先生，这场呼风唤雨的比试，我侥幸取胜，还请老先生遵守诺言。哎，老先生不必。老夫愿赌服输，陈建军怎能不跪？但老夫有一言在先，若陛下以后做有害于民的事，老夫万死不从。诸葛先生，陛下不是那样的人，世人对陛下有误解，都是因为太后借着陛下的名义。小柔，不必解释。诸葛先生不必担心，我未来所做之事，也是先生心里所想之事。长驱百万，吞并八荒之乱，一统四海，尽收天下归心。陛下能有如此鸿鹄之志，我诸葛无涯愿为陛下鞠躬尽瘁。不行，若萧庭的诸葛相助，必然得天下士子归心，必须早做打算。各位，先起来吧，我保证平定天下，使我大眼子民不再积极，老有所终，幼有所养。是啊，陛下，您既欲得民心，当有帝王之威才行。如今重整山河，我大眼急需一个信仰，还请陛下勿再称我，当称孤道寡，方显天命。朕
命令你们起身。谢陛下，谢陛下，谢陛下，朕以帝王之名向你们发誓，平天下战乱，定四海太平。好，陛下，杜雪儿那个妖后带着江子瑜往南边跑了，要不要我去把他们抓回来？陛下，杜家曾有恩于我，还求陛下放他这一次，就当老夫还了他那份恩情。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今天就放他。谢陛下。反正他也蹦跶不了多久。陛下的雄韬伟略，远远超乎老夫的想象。这么多年，你把老夫也给骗了。看来你是故意脱离了皇城，从妖后控制的死路中重取生机。只是这步棋，您走的未免也太险了些。还是先生赐教的好，这可令在下受益良多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从此以后青梅煮酒，天下谋士再也不敢与陛下对赌。九鼎将铸，八荒再无雄者能与陛下争锋。朕必不负先生所托。谢陛下。此情此景传出去，定是一段佳话，我要赶紧记录下来。帝其与甘霖千里，万民跪颂，与诸葛对弈，收为古功。妖皇后代，你肯定是个超话战绩。那是什么？陛下，如老夫刚才所言，如若留在您身边，无法发挥老夫的重要作用，所以老夫想游说四方，广招天下群贤，一同来辅佐陛下。先生劳苦。分内之事。哦，对了，欲重铸九鼎，需先得此物。这是，陛下可知，这天下财脉10之8九皆掌握于一人之手，他就是天下钱庄的庄主武财神金蝉子。他富可敌国，而且还懂排兵布阵，其能力并不亚于老夫啊。收服金蝉子，他这个人只认钱不认人，谁的面子都不给。哎呀，那是以前了，现在战乱已至，纵使有万贯家产，顷刻间也会化为废铁。而且他极其精明，一定会找一方庇护。哦，对了，陛下要加快速度，臣可听说妖后一党已经在招揽他了。感谢先生，萧婷记住了。恭喜宿主成功收服诸葛无涯，获得5万卫戍军。下一任务入天府，收服金蝉子，奖励30万大雪龙旗。天府皇城，看来这决战的日子要到了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这大眼还真是烂到根了。小姐，我们是否离开？如今大眼动荡，太后需要站队，正是我们入场的好时机。能否保住基业，尽在此时的抉择。宣金蝉子进殿。报！王，有人求见，是大爷来的。什么？大眼人还敢来本王面前？给我抄进来！是。见过北京。哦，原来是大眼皇后。大眼皇帝杀了本王2个儿子，本王想问问，这笔账你想怎么算？本宫此次前来是来给大王带来一个消息，若是大王听了此消息之后依然想杀了本宫，本宫便先下了这阴间，等着你北极臣子。
诸葛无涯出山了。你说什么？30年前，诸葛先生随先帝领大衍军士一统天下，四面八方所向披靡，四方八王无所不惧。八王被迫签订车轮之约制止。大王可还记得？若是大衍强盛之时听到这个消息，本王或许会选择撤兵。但如今的大衍已经没了那位风华绝代的皇帝，单凭他一个诸葛无涯，这破碎的河山挡不住我北境铁骑。如果我是诸葛无涯，此次出山是萧庭让其心服口服，您作何？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就凭他！我听姜子玉说，二王子宗师圆满之际，却不是萧庭的一敌之和。且大王就不想知道萧庭是如何将他请出山的吗？你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？原来北劫王也会心急的嘛。萧庭以呼风唤雨之术赢了诸葛无涯，得到了天道和民众的认可，你所惧怕的大衍恐怕要回来了。这几年北劫王对大衍的征战之举，大王应该很清楚。车轮之约抵不住萧庭的杀心，等待你们北劫的恐怕只会是灭族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大衍明明国运已衰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变化？事已发生，还请大王早做决断。你想让本王怎么做？还请北劫王居中，与我游说7王8王联军，共克萧庭。是疯了吧？8王联军入眼，大衍必灭，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杜家与你北劫军里应外合，你北劫王能在这瓜分中收获更多，我已此等好评。想要一个附庸的居中为这苟活，大王可愿意如此？不愧是一代妖妇，倒真是祸国殃民。你我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我之间不必联，没了我杜家的大人，生死又如何？玉，终于到天府。你们为何要选择此时入城？我们如今所积攒的力量还没有达到摧枯拉朽的程度。喂，你怎么老说丧气话？熊大无脑！这天府乃是大衍的国门，腹地中的腹地。你以为那个祸乱朝纲的太后，在知道我们回来之后，会大开国门请我们进去，然后乖乖从龙椅上下来吗？并且我们这一路走来，100余里没有任何粮食，连民众都消失不见。很显然，对方是在坚壁清野。我们区1000余人，要如何攻下这至少10万余守备军的城墙？陛下神勇无双，必然能轰开这城门。那就是神仙了，还回什么天府？我们一路收复8国，再创一个大业。啊，对呀，陛下，对你个大脑袋！这是砍人，又不是砍甘蔗。这少则数百万人，你要砍，你砍到明年去啊！那陛下，我们该如何进入天府啊？当然是让这些守城门将给我们开门。你认真的？当然。你是在开玩笑吗？现在整个天府都是妖后的人，看见你没有乱箭射死，已经是民心所向。你这个人怎么做事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？哪来的杂牌兵啊！管理时间已过，城门关闭了。关理？难道这天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？自然是新帝登基了。原来你们几个不是为这事儿来的，那你们是何人？因何而来？新帝登基，原来如此。看来这妖后对天府的掌控又进了一步。熊冲，你回去，让身后的军队藏匿起来。如今的大野有钱，连官吏都能买到。我们如今所带银两，应该能骗开大门。先进城，再从长计议。陛下，如果此事不成，我们可以再相请。开门！我们是来斩妖后。
除新帝，一朝刚刚，开门！你们的大眼皇帝回来了。萧庭，你又在犯什么病？这里是天府，是太后权力最集中的地方，你以为谁会买你这个皇帝的账？皇帝，整个大眼，谁不知道那个傻皇帝已经死在北捷营里了？就凭你们几个歪瓜裂枣，也想来浑水摸鱼啊？赶紧滚，不然我乱箭射死你们！也对，你不过就是个守城门的将士，不认识我很正常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有必要再废话了。熊冲，俺在，俺愿意攻城先登。攻城？先登？啊？你脑子长屁股上了？咱们有攻城的工具吗？那陛下，你喊俺干啥？过来。陛下，去前面的空地上把这个点燃。啊？快去。哦。然后呢，陛下？然后等着开门就行。啊？陛下，我为蜀京花酒为邻多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吗？你带人去清理妖后禁卫，为陛下扫清障碍，亲自去为陛下开门。是。萧庭昏庸无道，致使民不聊生，山河破碎，天下荒芜。故今日废帝，由幼帝重掌大宝。哎，哪有这么草率，一句话就废帝，又迎新帝登基的，真是礼崩乐坏。哎呀，还理智？太后就是走个过场，给我们大家看看，就算幼帝不登基，不还是太后把持朝政？哎，什么？皇上驾到！云儿，还不快上前来！这至尊之位以后就是你的了。哦。小皇帝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这种时候，谁扔炮仗？萧庭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是说过吗？让他们开门。哎呦我去！自从那个傻皇帝被北捷人抓走之后，这都多少年没有看到有人干出这么蠢的事情了，真是笑死我了！姑子，看什么？是他说笑死，朕是皇帝，他若不死，那就是欺君之罪，所以朕杀你，合理。认定嫡媳，恐怕得短兵相接了。你明知这是我们暗中回归天府最好的时机，一旦失去这个机会，他们定会有所防备。届时要想再做些什么，那更加难如登天。朕做事情，什么时候忍过？走吧。陛下，咱们去哪儿？进城。可是城门关着的呀。很快就会打开。这守城军没有1万，也有8000，你倒是能杀进去，但指不定要死多少人。剩下的那些残兵又该如何对抗皇城的禁军？而且无论是哪一方，都是我大眼的有生力量，自相残杀只会让北捷的屠刀更利索地刺进我们腹地。果然无论兴衰苦
都是百姓。不是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怎么整天伤春悲秋的？你就这么觉得他们是来对我动手的，不是来请我进去的？凭什么呢？凭你是个昏君，还是凭如今太后把持朝政，掌控整个皇城？刀剑无眼，你待会儿自己躲着点。哦，这压迫感，这杀气，大宗师境还是顶级的。这妖后究竟是从哪儿引来的这只鹰犬？前狼后恶，这下糟糕了。你说啥？又是个大宗师？臣为庶君统领礼义，恭迎陛下回宫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玉，魏庶君，天府何时藏了支军队？又是性情大变，又是突如其来的武力，如同天神降世一样创造奇迹。你还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？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？知儿饮血，遍地恶评。这里可是天府啊，那个曾经万国来朝、繁荣无比的天府，怎么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？在外，北界掠夺屠杀，大眼民众十不存三；在内，妖后把持朝政，苛赋杂税，以供其享乐。陛下离开天府仅仅半年时间，赋税竟达到了3分取其2的地步。在民间，无良豪绅贪利，更是将余粮都纳入自己的怀中。他们不恨吗？恨，当然恨。天府外的百姓恨陛下，但天府内的百姓更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。我们恨那妖后与豪绅，恨不得啖其肉，嚼其骨。如果让前线将士们知道，他们拼了命守护的是这么烂到骨子里的恶臭腐肉，恐怕到死也不会瞑目。娘！娘！我是冲儿，我是冲儿。娘，冲儿，你不是跟陛下去打仗了吗？你这是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打赢了，我们有救了啊！那个妖后说的是假的。我们没打赢，没打赢，没打赢啊！啊，那你怎么回来了呀？啊，你是逃兵？你居然是逃兵啊！我不是。我从小我是怎么教你的呀？啊！你这让你的父亲在九泉之下怎么瞑目？你让那些面对死亡都不跪下的兄弟姐妹怎么看你呀？你说父亲跟小玉他们都死了，都死了。为了保护粮食，死在豪绅抢粮的刀剑下，窝囊了。姓仇他爹为先帝征战10余年，没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自己效命的人手里，该保的还没保住。怎么会？你为什么要回来啊？为什么要回来呀？娘，宁可你死在外面，至少也是报效国家。至少
你的刀也是向着外面呢。娘，娘，老人家，熊冲他不是逃兵。你是？朕名为萧庭，熊冲是朕的亲卫，即将同朕一起还大家一个盛世。熊冲的父亲也不是窝囊废，保家卫国，没有家哪有国？他是英雄，你的儿子也是英雄。我的儿子是英雄，那就好。帮助陛下，娘，真好。陛下万岁！娘，陛下，李义尊受先帝之命，隐忍于天府10余年，为的就是为了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成为陛下的刀，刺穿坚硬的心脏。求陛下还天府，还天下清明。原来如此，竟是先帝的布局。他早就料到会有如此动荡，不愧是他。很快，我就让他们尝尽这天下百姓所受之苦。熊冲，属下在。你先安葬好你母亲，告诉天府所有百姓，若是还信朕的，那就集结到采石口，稍等片刻，我会让你亲手手刃仇人，其他人随朕杀入太和殿。是。真龙御天诀，这次功法可突破大宗师圆满之术，跨入仙道。属下誓死为陛下效忠。熊冲，誓死为陛下效忠。好，这副情景，当真是荒唐。当年的大宴，先帝与诸葛先生同在，如此盛会，必然是万国朝孔。现如今，倒像是垂死中的自娱自乐。哎，小静，难道我们真的要遗臭万国吗？我们没得选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依附他成为皇上，我可统领全国商人；若与他为敌，我金家必定覆灭。我们只是富可敌国，并非真的可以与一国为敌。我大眼为何短短20便已崩盘？先帝走得早，萧庭羸弱，自然不是那个毒后的对手。若先帝在世，诸葛出世，我金家就算散尽家财，也敢赌着大眼的江山。只可惜，这世上再无先帝那般的明君天骄。今日诸位共襄盛举，新帝登基，乃大隐之幸，天地之福。如今天下纷扰，异族环伺，流言四起，说大眼国运将倾。但本宫要告诉你们，既然你们坐在这儿，就是大眼的臣子，效忠新帝，追随本宫，是你们唯一的生路。太后服大眼之将请，救万民于水火。臣等誓死效忠太后，效忠亲帝。臣等誓死效忠太后，效忠亲帝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好一个誓死！萧庭，这么说，你们已经准备好赴死了是吗？
廷，北捷的军营坚如磐石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简单，我不是逃出，而是杀出来。没想到他竟然从绝境中活了下来，还带了一身杀气回来。既然来了，应该俯首称臣，赶紧跪下拜见先帝。既然回来了，还不赶紧给哀家跪下认罪？看来朕不在朝堂的这些时日，这朝堂已经更名换姓。你无德，大眼自然改头换面。哼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，当年母后，你可是北捷最卑贱的奴隶，是我父皇将你带回了大眼，这无疑对你来说是再造之恩。没想到，我父皇刚走没多久，你却将他的江山折腾成这番模样。果然，这狼子野心是永远无法驯化。此一时彼一时，本宫现在是太后，新帝也登基，延续国祚，你的生死只在哀家的一念之间。新帝延续国祚。宿主，真龙对天诀乃无上法诀，请勿自误。他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不要命了啊！你给哀家站住！滚！难不成你以为坐上龙椅，你就是皇帝了？这天下还有谁会认你？如今坐着龙椅还有何意义？宿主，真龙与天诀乃无上法诀，请勿自误。谁说朕也坐着龙椅？重归大眼龙椅，正失败，奖励作废。山河未复，万民无尽，谁敢登基？谁配登基？在没有彻底驱逐异族、光复大洋之前，谁他妈都没有资格坐上这个龙椅。谁敢坐，朕杀谁！不对，我要赶紧记下来。搞这么帅，真是。他们管这叫废帝。陛下，不，他绝不会是先帝，他也绝对不会成为先帝，我一定会把他扼杀于此。诸位爱卿，可看清了，此僚凶性不改，破坏龙椅，公然谋逆，请问谁敢支持？谁敢辅佐这暴君？我是不服的，绝不能服呀！怎么可能服？诸位爱卿，此等暴君，是不是应当立即诛杀，以正国威啊？太后，爱请太后诛杀此僚，就像当初诛杀江氏逆党一样，绝不能心此手软呐！我江家不是逆党，不过因为直言进谏，被你们诛杀于朝堂之上，死状凄惨。可恨！原来江氏毒瘤，难怪当年我找不到，那是被萧庭藏在了身边。放心，今天朕给你江家做主。做主？我送你去地府，跟他们做主吧。禁卫军何在？诸位叛朕，想必也未必是真心，所以朕给诸位谋一条出路。怕了！在场的诸位，还有愿为朕出谋划策、光复大野，3个数内可上前一步。笑话！难道也要让这满朝文武替你陪葬？做梦！诸位，时间不多了。小姐，我还有用，太后不会杀我。
可面对疯子，还是老实点。好啊，看来大家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你说你死在北捷不好，非要回来自取其辱，动手吧！好啊，那就动手。哎呀，可惜这太和殿还是要难免被邪污啊，可惜呀。这丞相杀死了。丞相说的对，这阿扎的朝堂是该洗。你文武百官，给朕全部诛杀！喂，怎么可能？你们都疯了吗？哀家才是你们的主人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若要认主子，朕才是天下之主。萧庭，你屠戮百官，难道还要弑杀哀家吗？哀家是太后，是你的母后。大言以仁孝治国，今日你若是动了哀家，便是违背人伦，一定会民心尽失的。这样，你将哀家打入冷宫，今天就算你赢了，这天下，哀家让给你了。打入冷宫，不必了。你放心，朕不会杀你。哀家也知道你辛苦，你看，你这不也是平安回来了吗？这样，哀家与杜家一起好好辅佐你，将功。你朕不杀你干什么？那是因为朕要办的密，更多想杀你的人。陛下，金蝉子如何处置？由他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怎么了？这是？这是哪？萧庭，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哪里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！这就是你妖后所统治的皇城。那不是妖后吗？妖后也有今天。妖后该杀。妖后，你可知罪？你带着凤冠，当以德治天下，却不修德行。谢家。谢。你身夺凤袍，当为民之母，却无半点母天下之心。谢家，谢下来。谢。身着锦，乃是万民供奉，却视民如草芥。谢家。谢，科长，谢。陛下，截获了皇后杜雪儿飞往宫中的密信。念。太后亲启，诸葛无涯已为萧庭所用，事恐有变，臣已密连草原八王陈兵境外。3日后，请大开国门，迎八王入城，共诛萧庭。什么？杜家以一族入我大眼，这是要亡我大眼啊！妖后一族真是罪该万死啊！萧庭收服了诸葛无涯，山河未复，万民未济，谁敢登基？谁配登基？我好像知道该怎么选。天不亡我杜家，八王联军不日即达。就算哀家死了，我杜家照样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陛下，草民请命，
誓死守卫大眼！誓死守卫大眼！誓死守卫大眼！你呢？愿不愿意跟着朕打天下？朕还缺点银子。那陛下打算给我什么位置呢？那就要看接下来征战八国的战役，你能为朕出多少？征战八国，定当全力以赴。金某不才，想争的是后宫的位置，不知陛下能给金某这个机会否？金蝉子，你疯了！既然自甘堕落到要到这逆贼的后宫里去，你可是天下首富，家财万贯，怎敌得上就万民于水火之中？我相信，一个能为万民审判太后、血洗朝堂的帝王，离万世之功只差我这一会儿。这场豪赌，我跟了。恭喜宿主获得金蝉子全力效忠，30万大雪龙旗已激活，随时天后调遣。八王联军非同小可，我们应如何应对？他们想进来，那就让他们进来，正好来个瓮中捉鳖，一锤定音。至于你，给朕在宫里好好看着，朕是如何将你杜家在3日之后彻底覆灭。朕要有道是万年俱焚，自觉一泻天下。不行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我怎么给忘了？任他有如何雄谋伟略，也不过是丧家之犬，身边断然不可能有高手相护。八王来到之前，若能趁乱杀了他，或是他身边那几个贱人，将这份功劳献给北捷王，定能为我杜家获得更多的筹码。挑选我所为何事？八王联军看似声势浩大，实则外强中干。你立即向八国边境。为何？朕自有安排，这也是你的投名状。你金家经商百年，眼线遍布天下，所有的消息必须全部汇总于一起。这一战，我要一战定江山。八国寇境，想来我大燕耀武扬威。既然如此，就都别回去。全部诛杀！什么叫人定胜天？鱼来！哪个才是真的？这个萧庭怎么惹得我如此心烦？难不成这个混蛋？我跟你出生入死那么久，你都对我视而不见，却跟那个才见过2次面的商贾暧昧不清，让我武状元对你邀宠献媚，这我怎么拉得下脸？可是，要是再不主动点，我会不会就没机会了？不行，我得跟他坦白。出去，出去，吓傻了吗？这死到临头了，还在澡盆子里，命不要了。
本座乃大宗师圆满，死于我的剑下，是儿主的光荣。高兄，这不下。现在朕已经知道是谁把你害了，你可以去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大宗师圆满。等等，你是特意来救我的吗？废话，这刺客像你出来，我不救你救谁？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洗个澡能这么香，怪不得战场上软手软脚。谁软手软脚？行了，这前殿还有事情要商量，收拾一下过来。你等等，我让你等等。又怎么了？我操！你！小柔可以做主，但金蝉子位分绝对不能在我之上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也要争这后宫之位。隐藏任务安能辨我，事情自完成，奖励真龙与太子。怪哉呀！地形当初晦暗骤灭，怎又死灰复燃了？奇光灼灼，比往昔更亮了。你到底是谁呀？先生，好兴致。这天下能掌握老夫行踪的，恐怕也只有你金大庄主了吧？先生就是这么向陛下引荐我金家情报网的？老夫从未提及此事。既然你脱口变成陛下，这说明你已经认他为主了。脱胎换骨，逆天改命，先生，您不也被触动了吗？所谓帝王，并非天命生就。如果他能收拾旧山河，整万民于倒悬，令天下归心，无论他是何人，出自何处，我诸葛无涯纵是燃尽此身，以助他开创太平盛世。先生大义，我却另有所图。哦，我以倾囊相助，赌上全部身家，我要做皇后。真的呀？嗨，瞧你，都已经是自己人了，装什么啊？闭嘴！陛下，我还是没明白，这分明就是个死局。难不成你想扣押八王，逼他们退兵？可八王皆是大宗师圆满，纵然你神勇无双，也很难擒住他们。就算擒住，联军又岂会罢休？届时又会倾国来犯，我们又该如何？只有傻子才那样打仗。那你是想？我要他们心甘情愿地交出之前侵占我大爷的所有城池，并且每国再割让10座城池，以作赔礼。任务激活，八王丧胆，重掌天下，奖励开通系统神秘功能。像话！都给我精神点！这一仗虽然辛苦了点，但只要踏破了大眼，金银财宝、美女土地，要什么有什么！好，干嘛呢？白马一家
那是天兵天将吗？放屁！哪有天兵天将？就算有，也不会从大眼的方向而来。他们不像是大眼军，也不像是其他齐国兵马，都像是从天而降的兵马。天兵天将来了，快跑啊！我乃北街守关大将，你们到底是谁？你们可知道，杀了我，你们会承受北街多大的怒火？记好了，一族，我们乃大眼陛下亲军大雪龙旗，我们的名号将是你们入侵者永远的噩梦。还有，老子杀的就是北街狗！将军，确认此处为北街东境。好，把这野狗的脑袋快马加鞭送回皇城。其余人随我继续冲锋，扫穿北街，莫要让其他几路兄弟抢了头功。大雪龙旗，天下无双！大雪龙旗，天下无双！萧庭，你的江山都要易主了，你还坐得如此安稳。江山易主，朕怎么不知道？早就听闻大眼皇帝昏庸无能，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。如此昏庸，大眼该亡。萧庭，你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如此装模作样。现在八王联军已陈兵在国外之外，刀锋所指，便是你皇城腹地，只需一声令下，便可踏碎你的皇城。本宫念在往日旧情之上，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只要你签下这个降书，割让北境36州，称臣纳贡，称八王为父，或许我们可以饶你一条贱命。小子，若非我等仁慈，大眼可就被亡国灭种了，还不快下跪谢恩！萧庭，你当真要做亡国之君，一冲万年吗？大眼皇帝，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就休怪我们将你大眼王国灭种了！王八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跪下，每个人给朕磕10个响头，并永世以我大眼为尊。朕就考虑不杀绝，给你们各家留点种，如何？糟了糟了，他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八王，再也没有周旋的余地，不会完了吧？不，我该相信他。这一路走来，他屡破死局，绝境逢生，将一次次不可能化为可能。我信他。此局亦能扭转乾坤，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此局何解。败军之犬，亡国之君，竟敢如此嚣张！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萧庭，你这个狂妄自大、不知好歹、油盐不进、自寻死路的混君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做一个遗臭万年的亡国之君。何必跟他废话？此辽如此羞辱我等，绝不能让他死得轻易。依我看，就给他套上缰绳，穿上牛臂环，像畜生一样拉出去游街，让所有大眼贱民看着，他们尊贵的皇帝，也不过是我等掌中亡物，阶下畜生。好主意，从根儿上碾碎大眼的脊梁，让他们从今以后世世代代只能趴在地上苟活，做一头任我们宰割的畜生。
你们这些披着人皮的魔鬼，猪狗不如的东西，需要做这等春秋大梦。我们家陛下乃是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，岂容尔等亵渎？真龙天子不过是侥幸求得风雨，骗得诸葛无涯辅佐罢了，那又如何？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！国门陈军100万，整个大燕不过都是瓮中之鳖罢了。陈军100万，那朕若说朕的军队已经直捣各位的老巢了呢？萧婷，我看你是不是被吓傻了？都开始说胡话了。诛杀联军，直捣黄龙，就凭你手上那点残军吗？就那点兵力，还不够我一个营3衙会的呢。你大燕的国运早就被烤干了，他凭你大燕，我北捷一国足矣。连一个北捷都抵挡不住，更何况我们八王联军？无知小子，确实有亡国之君的风范呐！各位大王何必发怒？他不过是死到临头，嘴硬罢了。有他在，安心；陛下在，就心安。狂妄无知，满口胡言！本宫做你的皇后，是本宫此生最大的耻辱。今日若谁能斩断本宫的耻辱，本宫便称他为真英雄，自愿拜倒于他脚下。杜皇后，何必跟一个将死之人置气呢？本王这就替你摘下他的脑袋，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！本王亦可代劳，定让杜皇后见识何为真英雄。本王也愿意效劳。既然如此，那不如我们一起上，同享杜皇后的风采，如何？好啊！好！萧婷，你大燕气势已去，杀你如年老矣。为本王2个皇儿偿命来！父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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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何事？你说什么？父王，何事？大事不好！王庭急报，一支打着大雪龙旗旗号的神秘军队不知从何而来，已连破北捷边境3关，正直扑王庭。六兽军队难以抵挡，危在旦夕。你说什么？难道是他们当中有人趁我率兵在此，暗中偷我北捷王庭的屁股去了？我若撤退，就分不到大燕这杯羹；我若不退，后院是我。臣可太通的，可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听着，王儿，你立刻带着一队精卫，火速赶回王庭，阐明情况，主持大局，不必等到我回去。父王放心，儿臣一定死守王庭。站住！好戏才刚刚开始，别着急走啊！不愿意说，那朕替你说。方才是否收到来报？可说你北捷全境已全面告破，一支天降神兵正朝着你的王庭横扫而去，可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天降神兵，难道是那魏树军？陛下就是知道，因为陛下是天命所归，这就是你们小瞧陛下的下场。杨婷，想不到你不是纯废物，还有点脑子。好一手合纵连横，到底暗地里给了他们什么好处，让他们假意联军，实则趁我后方空虚，偷袭我北捷营地？你想让吾等自相残杀，你好做出渔翁之利吗？听这意思，
北捷被偷袭了。哼，北捷王的意思是怀疑我们当中有人暗地和大眼勾结，偷袭北捷。北捷王，这可不关我们北桑的事啊！我们一直是你真实的盟友啊！对啊，谁敢偷袭北捷啊？活得不耐烦了吗？是啊，我们也是，这事儿和我们都没有关系啊。就算是你们做的，你们也不会承认。本王现在谁都不信。萧庭，你太高估你自己，也太小看本王了。你以为只要我们内斗，你大眼就能苟且偷生吗？不，你错了。好，你说说，朕错在哪儿啊？你错就错在太高看自己了。你们大眼，在我们眼中看来，不过是砧板上的一块鱼肉，想吃我们随时可以分而食之。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等待你们大眼的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任由我们宰割。让我们肃清叛徒，内乱的怒火将由你来承担。你能挡得住我们联军歇斯底里的进攻吗？萧庭，这就是你自作聪明的下场，你的子民都将被你陪葬。哼，与你们相互攻伐，仅此而已。你们真的以为朕大费周章的放你们联军进来，就仅仅只是挑拨你们这仨瓜俩枣的矛盾，看一看这狗咬狗的热闹吗？难道你还有什么更大的本事吗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看本王不拔了你的舌头！大王，不好了！什么？我北桑边境尽失？这怎么可能？皇都遭毁，哪来的敌人？哪来的？哪来的？这不可能！边塞怎么会失守？谁？到底是谁？皇都怎么会遭毁？到底是谁在后方浑水摸鱼，同时侵扰八国？事到如今，还要假装受害者？怎么不敢站出来承认吗？哼！行了，别猜了，不是你们之中谁想浑水摸鱼，而是朕的大雪龙旗同时踏入了你们八国国土，破了你们的边境，围了你们的王庭。什么？快，传令下去，所有军队火速回援王庭，挡住他们！快回去，调集所有兵马！你也快去！站住！陛下未发话，谁敢妄动？你给我杀出去！给朕斩下！动不了了，我脚不受控制，身体也不受控制，我负有千斤重担。这个威压，大宗师原本还有恐怖的境界，难道这世上真有人能突破身体的桎梏，走向修仙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！这个昏君一直沉迷享乐，不修武道，一定是有世外高人在帮他。萧庭，你联合了谁？也不管是谁在这装神弄鬼，这个人必将成为我北界不死不休的死地。不管你多大的修为，我就不信你能一人战我一国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！与我八王为敌，天上地下再也没有你们容身之处。哈哈哈哈哈！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的梦该醒了。启禀陛下，我等信不辱命，八国边境主帅已尽数伏出。这盒子里便是你们边境主帅的头颅，不信，打开看看。不可能！一夜之间，八国边境怎么可能同时告破？不可能！何等勇猛的军队，才能有如此雷霆的手段？你怎么能有？你怎么配有？大王，不好了，王城破了，大雪龙旗已经占领了王宫。大王、太后、王后，还有诸位王子公主，都被大雪龙旗生擒了。大王，
王庭急报，我们的金库被大雪龙旗全部洞开，财宝尽数被抄。什么？苦心经营的王庭，竟在弹指间灰飞烟灭！不可能，你就是个废物！平定八王王庭，此番超越先帝的壮举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早该相信陛下，陛下此前不过是蛰伏待出，如今乾隆腾渊，我看谁还能挡他万丈光华？现在该谈谈投降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既然八国服侍，那就该懂规矩，朕的规矩。这其一，通气分。这普天之下皆为我大野王土，你们每呼吸一口，皆是我大野的空气，需要交费。其二，阳光分。阳光雨露皆是朕之恩泽，光照之处皆需纳贡。其三，雨水分。这风调雨顺，乃是朕念在尔等子民不易，此恩须偿。刚刚得势就如此残暴苛刻，你就是个暴君！你会遭天下人唾弃！杜喜儿住口！北街践踏我大眼，屠戮我大眼时，怎么不见你站出来指责他们？如今陛下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你反而不乐意。我问你，究竟是哪国人？叛徒、奸细、八王走狗！你们唯有恐惧与残暴，才能让你们刻骨铭心，永世不得再犯，开创万世太平，这才是真正的仁慈。小婷，你欺人太甚，这绝不可能！我也是一国之君，不可玉碎，为瓦全。大不了鱼死网破，血溅无辜。看来还是朕太过于仁慈。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站着跟朕说话？都给朕跪下！这国为牙，大宗师元满境都动弹不得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远超人族极限的境界，难道是仙人？前辈，你若辅佐我们八王，我们定会倾尽国力来供奉您。前辈，请现身一见吧！前辈，现身一见！一群蠢材跪在朕的面前，还想向朕的背后的影子效忠，真是蠢得令人发笑。什么？这一股威压竟是源自你身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北捷灭我边境30座城，杀我大眼子民137600余人。北桑，要立即签下这些降笔，去俯首称臣纳贡；要灭国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妾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陛下，我是您的皇后，您的发妻。你看，你现在统御了6州，大远大胜，盛世将至，你何必跟我一个小女子过不去呢？陛下，就给我一条生路吧。雪儿愿意为奴为婢，任您差使。或许将我贬为庶人，做个农夫也可以啊，陛下。滚开！别脏了朕的脚。农妇，你配当我大眼农妇吗？配沾染我大眼的泥土，耕种大眼的禾苗吗？
死在你们手里的农夫百姓不计其数，可他们有过选择吗？他们没有。你别想赢。是我杜家押错了宝，看错了人。萧庭，若你能早点显现你这些新型手段，又何必如此枉费一击，攀附一族？杜家又何必周旋于列强之间，做那苟且盗国之事？萧庭，是你逼我的，你逼我的！住口！卖国是你杜家软弱的选择，想我大爷也并非无人可用，也不乏以死为国之人。你们杜家权力为了一时安定，葬送了我整个大眼。来人，赐白绫。成王败寇，输了就是输了。白绫，本宫不用，皇后自有皇后的死法。只是，本宫还可以选择自己是如何死。完了完了，我们不会也要死在这儿吧？陛下饶命！大言天可汗饶命！我们真心归降，陛下饶我一条贱命吧！我等永世臣服大言，岁岁朝贡，绝不反叛，求陛下开恩。八王丧胆，重掌天下，任务完成，激活神秘奖励。眼历37年，演二世萧庭，破一族八国，统一八荒，太和登基，天下归一。众卿平身。启禀陛下，八王降服，国内安定，南境开垦荒地万顷，粮粟满仓，东境通商海外，珠玉布帛充盈国库，北境安定祥和，百姓安居。陛下，如今天下已定，臣此前说过的话，也该兑现了吧？哦，金大人有何诉求？我如今已经家财散尽，钱都没了，这后宫的位置，总得给我留一个吧？陛下，这天下已定，接下来我等该如何行事？是继续整岛立制，还是深耕民主？楚姐姐这就不懂了。如今天下太平，自然要为陛下繁衍子嗣，开枝散叶啦。八王丧胆，重掌天下，任务完成，激活神秘奖励是否开启？开启。无限世界，无上仙国通道已开启，宿主可随时进入新世界。眼历37年，演二世萧庭，破一族八国，统一八荒，太和登基，天下归一。这份功绩若无人记录，终将湮灭于岁月长河。如今我们举国昌盛，万国来朝，这都是先人们负重前行换来的。耶！请宿主做好准备，即将进入下一个世界——无上仙国。你们说，人间帝王不可修仙，却视朕的子民如同草芥。你们说，世间万物之际，皆有天数，皆为天定。
却以天地为母，念凡人为父。朕身为人皇，的确应该好好看看你们这些代天行道所谓的仙人，到底有几分本事，能承受得住朕的怒火。